符合資格卻領不到中低收老人津貼，最冤的一關不是收入，而是他。今天我們來聊一件在台灣各地區公所裡每天都在上演，卻幾乎沒有人願意好好講清楚的事。一位78歲的阿嬷先生走了10幾年，一個人住在老家，他每個月的現金收入只有國民年金那幾千塊，再加上偶爾到市場幫人剝蒜頭賺來的一點零用錢。鄰居跟他說，政府有一筆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符合資格的話，每個月最多可以領8329元。他算了算，這筆錢差不多等於他現在全部收入的1倍多。於是他帶着身份證、印章、郵局存折走進區公所，3個星期後，公文寄回家裡，不符合。他很困惑，收入明明沒有超過啊。承辦人員很有耐心的解釋，阿嬷，您的收入確實沒有超過，卡住您的不是收入，是財產。您名下那棟房子跟那塊地公告現值加起來超過我們縣市的規定了。阿嬷更困惑了，那棟房子是民國50幾年蓋的2層透天，梁柱有裂縫，屋頂每逢大雨就漏，巷子窄到消防車開不進來。他想賣，仲介來看過3次，最後說這種屋況不太好處理。他住在裡面吃飯、睡覺、生病、老去，一輩子沒有從那棟房子手上拿過1塊錢。可是在政府的表格上，那棟房子加上腳下那塊地，白紙黑字寫着700多萬。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最冤的一關，從來都不是收入。先把這筆錢講清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是依據老人福利法所定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而來。全台目前大約有22萬6千人在領。它分成2個級距，家庭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達當地最低生活費 1.5 倍的，每個月發8329元，已經達到 1.5 倍，但還沒有超過 2.5 倍的，每個月發4164元，一年下來，前者接近10萬元，後者接近5萬元。對一個靠國民年金過日子的長輩來說，這不是小錢，這是能不能按時吃藥，能不能開冷氣，能不能不必開口跟子女要錢的差別。而這筆錢的重要性，正在以我們沒有意識到的速度上升。台灣已經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超過20%，也就是說，每5個人裡面就有1位長者，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既沒有勞保年金，也沒有軍公教退休俸，一輩子做的是農、是工、是攤販、是家庭代工的人。他們沒有制度性的老年給付可以依靠，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往往就是他們手上唯一一張牌。正因為金額不小，這筆津貼從來就不是普發，它有4道門檻，而這4道門檻長得很不一樣。第一道是年齡，年滿65歲。第二道是居住，必須涉及並實際居住在申請的縣市，而且最近1年待在國內超過183天。第三道是收入，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後，每人每月不能超過當年度公告最低生活費的 2.5 倍，同時也不能超過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的 1.5 倍。第4道就是財產，這裡先埋一個很多人踩過的坑。第2道門檻裡那個183天是實打實在算的，有些長輩到國外幫子女帶孫子，一去就是大半年，也有長輩回大陸探親一住好幾個月，只要1年之內待在國內的日子沒有超過183天，這筆津貼就會被停掉，而且不是暫停，是要重新申請，出入境記錄是系統直接調的，沒有商量餘地。前面3道大部分真正需要這筆錢的長輩都過得了，真正把人擋在門外的是第4道。而財產這一關又分成2塊，一塊叫動產，指的是存款本金、投資和有價證券，全家人口只有申請人1個人時，合計不能超過250萬元，每多一個應計算人口可以再加25萬元。另一塊叫不動產，也就是土地和房屋，全台各縣市自己定上限。2026年這一年，台南是650萬元，台中是750萬元，桃園是770萬元，新北是708萬元，數字看起來都不算小。
一般人第一反應大概是能有700多萬的房子，怎麼會需要領補助？這裡順帶提一件很少人注意到的事，這個上限是各縣市政府各定各的。同樣一位長輩，同樣一棟房子，戶籍在台南可能超標，搬到桃園可能就沒事，差距接近120萬元。這不是因為哪個縣市比較慷慨，而是因為各地的地價水準、財政能力、社福預算都不一樣。可是對當事人來說，這意味着一件很難接受的事。你能不能領到這筆錢，有一部分取決於你住在哪一條行政區界的哪一邊。當然，這不代表可以為了津貼隨便遷戶籍，因為法規要求涉及並且實際居住，區公所是會實地訪查的。戶籍在這裡，人不住在這裡，一樣不會過。問題就出在這裡，因為政府算的那個700多萬，跟你腦中想的700多萬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我們來看規定怎麼寫。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明文規定，土地的價值以公告土地現值計算，房屋的價值依主管稽徵機關合計的房屋現值計算。請注意這兩個詞，公告土地現值、房屋現值，這兩個數字都不是市價，也不是你真的賣得掉的價格，而是政府自己編制的一張表。公告土地現值是各縣市政府依據平均地權條例，每年調查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段圖，估計區段地價，再送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於每年1月1日公告。它原本的用途是作為土地移轉申報現值的參考，以及徵收土地時計算補償的依據。房屋現值則是稅捐機關依房屋標準價格、面積、折舊、地段率算出來的一個數字，原本是用來課房屋稅的。換句話說，這兩把尺，一把是為了課稅設計的，一把是為了徵收補償設計的。他們從來就不是為了衡量一位老人家的生活處境而生的。可是在審查津貼的時候，他們卻成了決定一個人能不能領錢的唯一標準。這帶來3個非常荒謬的後果。第一個後果是紙上的財富會自己長大，公告土地現值每年都會重新公告，而且趨勢是往上。以新北市為例，2026年度的公告土地現值區段漲幅比前一年上漲將近 4%， 比再往前一年上漲將近1成。捷運通了，重劃區推動了，周邊建設完工了，地價評議的結果就往上調。這是很合理的地政作業，反映的是市場真實的變化。可是對那位阿嬷來說，發生了什麼事？她的房子沒有多1坪，她的存摺沒有多1塊錢，她的膝蓋比去年更痛，她連走去市場都要停下來休息2次。但是在制度眼中，她今年比去年更有錢了。原本剛好在門檻底下的人，就這樣被一張他從來沒看過的表格推出了安全網之外。第二個後果是這些錢完全不能吃。一棟自住的老宅不能拆成現金，你不可能每個月從牆壁上刮下8329元。理論上可以賣，可是賣了要住哪裡？理論上可以做以房養老的逆向抵押，可是老屋屋齡太高，地段太偏，銀行不見得承做。理論上可以出租換現金，可是那是他唯一的住所。制度把一個人綁在一項他無法變現也不敢變現的資產上，然後告訴他你不夠窮。第3個後果也是最多人栽跟頭的地方，因為這條規定的主詞從頭到尾都不是你。發給辦法寫得很清楚，是全家人口所有之土地及房屋，而全家人口的範圍準用社會救助法的規定，除了申請人本人之外，還包括配偶、姻親等的直系血親，也就是父母和子女、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的其他直系血親，以及認列你為綜合所得稅撫養親屬免稅額的納稅義務人。看懂了嗎？兒子名下的房子要算，女兒名下的土地要算，就算他們住在300公里外的城市，就算他們1年只在過年打1通電話，就算他們從來沒有拿過1塊錢回家。我們遇過太多這樣的長輩，孩子在外地買了一間背着30年房貸的預售屋，繳到快喘不過氣，自己也是月光族，可是那間房子的公告現值穩穩地掛在戶政與地政系統裡，於是母親的津貼申請
被那間他連鑰匙都沒有的房子擋了下來。社福圈把這個設計叫做家戶合計，它的立法原意是防弊，是假定家人之間有撫養義務，資源會流動。可是台灣的家庭樣貌早就不是40幾年前立法時的那個樣子了，少子化、離婚率上升、子女外移、獨居長輩比例攀高，這些變化全都發生了，而計算公式還停在原地。而在家戶合計這一條裡，還藏着一個最讓人啼笑皆非的陷阱，那就是應計算人口的第4類，認列綜合所得稅撫養親屬免稅額的納稅義務人。這是什麼意思？意思是，只要有人在報稅的時候把你列為撫養親屬，他就會被抓進你的應計算人口裡，他名下的房子、土地、存款全部都要算。聽起來很合理，因為撫養你的人理應有能力照顧你。可是現實中最常見的情況是，某位侄子、某位女婿為了多節省一點稅金，在報稅時把家中長輩列報為撫養親屬，實際上1毛錢也沒有給過。長輩甚至完全不知道這件事，等到要申請津貼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名下憑空多出一位帶着整套財產進來的家人。衛生福利部自己的常見問答就明白提醒過這件事，並且強調民眾切勿隨意將個人資料提供他人申報撫養，以免影響自身權益。這句話講得很客氣，但背後是無數個被自己親戚的節稅行為擋在門外的案例。所以如果家中有長輩打算申請，第一件該做的事是先確認過去這1年有沒有人拿他去報過撫養。還有一種更冤的情況叫做祖產持分，很多鄉下的長輩名下都掛着一小塊繼承來的土地，可能是曾祖父留下來的農地，可能是老家那間所有兄弟姊妹共同持有的祖厝，可能是一塊在山坡上無路可通的林地。這些土地的共同特徵是持分很零碎，共有人一堆，有人失聯，有人不肯簽字，賣不掉，分不掉，也蓋不了。但是它有公告現值，而且因為近年來農地與郊區土地的公告現值一路調升，這些完全沒有辦法變現的紙上資產，就這樣把人擋在門外。一位老農，實際生活是每天騎20年的舊機車去做零工，制度看到的卻是一位擁有數百萬土地的地主。講到這裡，如果影片就停在抱怨，那對正在看的你沒有幫助，所以接下來這一段才是重點。法律其實留了門，只是那扇門不會自己開，你得主動去推。第一扇門是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2，這一條明白列出，某些土地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後，不列入家庭的不動產計算，包括未產生經濟效益的原住民保留地、未產生經濟效益的公共設施保留地，以及具公用地役關係的繼承道路、未產生經濟效益的非都市土地中的國土保安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古蹟保存用地、墳墓用地和水利用地，既是工業解散後派下員分割所得而未產生經濟效益的土地、未產生經濟效益的嚴重地層下陷區、農牧用地與養殖用地，因天然災害而未產生經濟效益的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及林業用地，還有依法公告為污染整治場址的土地。請把2個關鍵詞記起來，第一個是未產生經濟效益，第二個是經主管機關認定。這代表什麼？代表這扇門不是自動開的，你必須主動提出，主動舉證，說明這塊地確實沒有帶來任何收益，才有機會把它從計算裡剔除。如果你什麼都不說，系統就只會抓取地政資料，然後直接把公告現值加進去。第2扇門藏在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裡面，知道的人少得驚人。規定是這樣寫的：前一年度已經領取本津貼的人，如果家庭應計算人口所有的土地及房屋並沒有增加，而且當年度土地公告現值與前一年度相比所增加的幅度沒有超過該地區政府所定的土地公告現值調增幅度，那麼就不受不動產限額的限制。翻成白話就是，如果你去年有領，今年沒有多買任何房地，只是因為全區公告現值統一調漲才超標，那麼這一關可以不算你超過。這一條
正是為了處理我們前面講的紙上財富自己長大的問題，它真實存在，它就寫在法規裡。但如果承辦人員沒有主動提醒，而你又不知道，你的津貼就這樣默默斷了。第三扇門是社會救助法第5條第3項，關於哪些人不列入應計算人口。法條列了9款，包括尚未涉及的外籍或大陸配偶，未共同生活且無撫養事實的特定境遇，單親家庭、直系血親尊親屬，未共同生活且無撫養能力的已婚子女，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者，在學齡有公費者，入獄服刑或因案羈押、依法拘禁者，還有失蹤並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6個月以上者。而其中最重要也最少被使用的是第9款，條文寫着，因其他情形特殊，未履行撫養義務，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以申請人最佳利益考量，認定以不列入應計算人口為宜。這一款就是為那些子女在戶籍上存在，在生活中缺席的長輩準備的。要走這條路，需要證據，可能是村里長開立的證明，可能是長期未聯繫的記錄，可能是報案資料，可能是法院的相關文書，然後由社工實際訪視評估。但我們都知道，實務上最大的障礙不是文件，是那句話說不出口。有多少長輩寧可自己一個人熬過去，也不願意在公所的窗口對一個陌生人說出"我兒子不管我"這5個字。那不只是承認貧窮，那是承認自己這一生某個部分的失敗。於是這扇門開在那裡，卻幾乎沒有人走進去。第4扇門是一條很多人完全沒想到的捷徑。發給辦法裡有一句話，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的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在申請本津貼時，免審查收入與財產這一項。換句話說，如果一位長輩本身已經被核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那麼申請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的時候，可以直接跳過這一整關。這裡要特別提醒，中低收入戶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是2件不同的事。前者是一個身分，由社會救助法規範，會聯動健保補助、學雜費減免、住宅補貼等一整串福利；後者是一筆現金給付，由老人福利法體系規範。很多人把2者混為一談，結果只申請了其中一個。如果家庭條件本來就很吃緊，正確的順序應該是先評估能不能取得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身分，取得之後，這筆津貼的財產審查自動免除，而且還能一併拿到其他配套資源。除了不動產，還有幾個容易踩到的地雷，我們一併講完。第一個是擇一領取，發給辦法明定，同時符合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資格的人只能擇一領取，也就是說，很多長輩以為可以疊加，其實不行。申請之前一定要算清楚，哪一筆金額比較高，哪一筆比較穩定，再決定要領哪一個。有些人領了老農津貼，反而錯過了金額更高的這一筆。第二個是動產的算法，存款原則上以本金計算，可是如果查不到完整的存簿記錄，制度會用財稅資料裡的利息去回推本金。以2026年適用的1年期定存固定利率大約 1.7% 來算，一年幾千塊的利息，回推出來的本金可能是幾十萬。很多長輩幾十年前開的舊賬戶，被親戚借去使用的人頭戶，就這樣變成了他名下的財產。第3個是資格複查，通過審核不代表一勞永逸。多數縣市會在每年10月15日到12月31日之間，由區公所主動辦理下半年度的資格審查。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長輩明明去年還在領，今年忽然就停了。第4個，雖然這支影片講的是收入以外的那一關，但收入那一關其實也埋了一顆地雷。順帶講清楚，它叫做虛擬所得。依照社會救助法的設計，年滿16歲，未滿65歲，而且不屬於就學、身心障礙、重病、懷孕、照顧特定家人等法定情形的人，
都會被認定為有工作能力，而有工作能力卻沒有就業的人，原則上要按基本工資核算工作收入。也就是說，就算他實際上1塊錢也沒有賺，制度仍然會把一筆錢加到家庭總收入裡面。2026年起實施的基本工資是29,500元，這對長輩的影響是什麼？如果家裡有一位失業在家的兒子或女兒被列入應計算人口，那麼他名下那筆從來不存在的虛擬所得會被平均分配到全家人口頭上，直接把長輩的家庭總收入往上推。法條其實也留了出口，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為失業的期間，可以不計算這筆收入。年滿55歲以上，經媒介工作3次以上仍未成功的人，也可以不計算。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的全日制職業訓練期間，同樣可以不計算。身心障礙者只列計 55%， 16歲到20歲、60歲到65歲之間的人，以及原住民另有折算規定。這些出口都寫在法律裡，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特徵，你必須先去做那件事，取得那張證明才會啟動。沒有人會在你申請被駁回的時候追上來告訴你，其實你可以先去就業服務站報到。講了這麼多規則，我們實際算一次，你會更有感覺。假設有一位住在台中的阿公，今年72歲，太太已經過世，有一個兒子。阿公自己名下有一棟老公寓，房屋現值18萬元，土地持分的公告現值是310萬元，兩項加起來328萬元，存款有40萬元。他每個月的收入只有國民年金大約4000元。單看阿公一個人，收入遠低於門檻，動產40萬元，遠低於250萬元，不動產328萬元，也低於台中的750萬元，看起來穩穩過關。但是兒子要算進來，兒子在台中買了一間中古大樓，房屋現值25萬元，土地持分公告現值395萬元，合計420萬元。於是全家人口的不動產總額變成328萬元加420萬元，等於748萬元，距離750萬元的上限只剩2萬元。第二年，台中的公告土地現值全區調升，兒子那筆土地漲了 3%， 阿公自己那筆漲了 2%， 兩筆加起來多出將近18萬元，總額變成766萬元，超標了。沒有人買房，沒有人賣房，沒有人多賺1塊錢。一位72歲的阿公，就因為2張他從來沒有看過的地價表，失去了每個月8329元。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那條保護規定存在的理由。如果阿公去年有領，今年家庭因計算人口的土地房屋沒有增加，而漲幅又沒有超過該地區政府所定的公告現值調增幅度，那麼他可以主張不受不動產限額的限制。這一句話值一整年將近10萬元。那麼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卡在這裡，具體該怎麼做？第一步，先弄清楚名下到底有什麼，到地政事務所申請全部土地、建物登記謄本，也可以線上查詢。很多長輩根本不知道自己名下還掛着一塊繼承來的持分。第二步，查公告現值。各縣市地政局網站都有免費查詢功能，把每一筆土地的公告土地現值，每一棟房屋的房屋現值抄下來。第三步，加總，把所有應計算人口名下的不動產全部加起來，再跟你戶籍所在縣市當年度的限額比對。這一步做完，你就會知道自己是差很多，還是只差一點點。第四步，對症下藥。如果只是因為公告現值調漲而超標，主張發給辦法的排除規定。如果名下有公共設施保留地、無經濟效益的主產持分、地層下陷區農地，向社會局或社會處申請不列入不動產計算的認定。如果是子女不撫養，走第5條第3項第9款，請求社工訪視評估。第5步，被駁回不是終點，收到不符合的公文時，上面會載明救濟方式。你可以檢附新市鎮申請複查，也可以依法提起訴願。太多人收到那張紙，看一眼就折起來收進抽屜，從此不再提起。最後，如果你自己搞不定，可以打衛福部的1957福利諮詢專線，也可以直接找戶籍地公所的社會課，或是當地的社福中心。
這些管道都是免費的。把視野拉遠一點，這件事的意義其實比一筆津貼更大。台灣被官方認定的法定貧窮人口，常年只佔總人口的 2% 到 3% 之間，而民間社福團體推估，實際上處於貧窮處境的人可能高達280萬人，接近總人口的 12%。相鄰的日本和韓國，官方數字都在 15% 上下。我們的貧窮率真的比鄰國低5倍嗎？還是我們只是把門檻設得比較高，讓一部分的人在統計上消失了？社會救助法自從民國100年那次大修之後，已經10幾年沒有大幅翻新。2024年4月，衛生福利部預告了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方向包括放寬人籍合一的限制，檢討最低生活費標準與家庭應計算人口範圍，放寬工作能力與工作收入的認定，加強福利緩衝期機制。到了2025年年底，主管機關表示，外界關注的斷崖式補助已在新版本中調整，虛擬所得也在研議從寬認定，但同時坦言，受到財政收支劃分法爭議的影響，中央可支配的預算變少，必須中央與地方合作才能定案。換句話說，直到現在，這件事仍然在路上，而在路上的每一年，都有像那位阿嬷一樣的人，抱着存摺走進區公所，再抱着一張不符合的公文走出來。我們設計制度的初衷本來是為了防止資源被濫用，這個出發點沒有錯。可是當防弊的網織得太密，它濾掉的就不只是投機者，還有真正在水裡的人。公告現值是一把好尺，但它量的是土地在市場上的位置，不是一位老人在生活中的位置。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就是無數個家庭正在跌落的縫隙。所以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一棟你住了60年，賣不掉，修不起，卻年年在紙上增值的老房子，究竟算不算財富？在法規的定義裡，它算；在生活的現實裡，它不算。而制度什麼時候才願意承認這中間的落差？我們還在等，在等到之前，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規則讀懂，把該爭取的爭取回來。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最貴的從來不是那些寫在條文裡的門檻，而是那些明明有資格，卻始終不知道自己有資格的人，白白錯過的那些年。如果你身邊有這樣的長輩，把這支影片轉給他們的子女看，有時候一個知道規則的人，就能改變另一個人接下來10年的日子。